如果說世界上誰最希望蘋果發布新品，果粉排第一，第二应該就是华强北的商家们了。苹果能更新全家桶，我也有自己的全家桶。这不，蘋果前脚刚发布完 Apple Watch Ultra 3，后脚华强北就整出来了，均价300来块，甚至没有 Apple Watch 的表带贵。我操！体验我都不指望你能媲美苹果了，要求不高，也得比手环强吧。今天我弄来了一堆山寨手表，这个坑我替你們踩了，值不值得2個圓圓的硬幣，你們說了算。第一個手表就非常重量級了，小夥伴們，請用你們的第一直覺告訴我，這款手表叫什麼名字？叫成小米蘇12的，彈幕裡面敲個1。還沒完啊，這個手表就是一個究極縫合怪，開機動畫不，開機圖片仿的是蘋果，系統 logo 仿的是鴻蒙。米華果在一塊手表上面實現了3足鼎立。這個手表最誇張的呢，就是這個充電器，是這種大型的充電樁啊，我還是第一次見這樣子的。發過來的時候就是一個塑料袋，這上面什麼標識都沒有，做了這個充電頭，甚至連3C 認證都沒有。反正換我是真不敢在床頭充電了。過分的是啊，這手表300多塊錢買回來也不便宜了，居然還要2次消費，聽書要錢，看短劇要錢，下載 app 還要錢。主要是你要錢就算了，還不能微信支付，只能用這個鑽石來支付。如果要充值的話，還只有3個檔可以選，而且大家是不是覺得越貴的檔位性價比越高呢？其實一點簡單的計算就可以得出，中間的檔位充2次就可以用98買到110個鑽石，聽起來很棒是吧？但是接下來有請2號選手，這個外觀仿的確實有模有樣的，但是華強北手表最好玩的點不是按，而是拔。這裡一把攝像頭，這裡一把 SIM 卡槽，好，華強北總是對表冠加攝像頭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執念，給我整的按不進去了都，上手就露餡了呀。不過這手表也有點說法的，因為他們還在這個地方塞進去了指紋識別。我只能說，趕快給庫克看到好吧，這個沒準真有用。哇哦！這些都還只是開胃小菜啊，重頭戲全在系統裡面。這個手表來消息的時候會有靈動島，功能整得花裡胡哨的，動畫居然稱得上有點絲滑。而且它這個應用市場可以直接下載手機應用，甚至是豌豆莢，真的是啥都能吃得下呀。還沒完呢，這手表用下來給我整紅溫了，真紅溫啊！半個小時就燙得不行，拿出測溫槍一看，好家伙，你給我低溫慢煮呢！手表還被直接幹掉了1/4的電量，重度使用連半天一充都做不到，就已經到這個程度了。它還給你加了個星空頂功能，打開之後手表屏幕就會有閃爍的星星，並且有的時候會有隨機劃過的流星。我實在是想不出來到底有什麼用啊！哦不，可以增加耗電和發熱，別人家8萬才能有的東西，我們只需要300塊錢就可以體驗到了。講道理，這個價格，這個表現，大家還是看看手環吧。Are you okay? 下面這位選手妥妥重量級，因為這個是我在直播間裡面刷到的，甚至直接促成了這一期視頻。手指捏捏接聽電話，我有；計算機的懸浮按鈕，我有；睡眠階段記錄，我還有。主播這操作絲滑到我都複刻不出來，這仿的也太有技術含量了，1比1還原啊！心率隨便測，來點開來，頁面長這樣子，頁面一樣的，而且沒帶好，測不出來，立刻提醒你，請佩戴或嘗試，跟果這樣的提示語都是一模一樣。但是，哎，等等，你這 Ultra 怎麼能左滑返回的？你這個 DeepSeek ChatGPT 是哪兒下的呀？你返回桌面的動畫呢？好家伙，這主播手裡面拿着2個手表，其實都是假的，自己跟自己比，那能不一樣嗎？最逆天的來了，這個手表裡面有一個這個類似 App Store 的這個圖標，咱們點開之後看到什麼血脂、血糖、尿酸，這個功能不得幹翻 Apple Watch 啊？但其實呢，哎，它全都是假的。我隨便點一個啊，我就把這樣放在桌子上，這都能測，什麼意思啊？我再試試看別的。它這個測的有點久啊，它可能要想一會兒。喂，這都能測出來，在造型上起到一個作用。反正這種級別的山寨 Apple Watch 完完全全避雷，好吧？剛剛聊的那一些都是對着 Ultra 仿造的，那普通版的 Apple Watch 呢，就是這個樣子的了。
這個 Apple Watch 啊，還是我買的这個禮盒裡面帶的。這個禮盒裡面有一大堆的 iPhone 配件，一塊手表，然後這裡有一套充電器 ，MagSafe 的一個充電套裝，還有一個 AirPods， 這麼多東西，一共只花了我243塊錢。在這種極致的性價比之下，這個手表能縮水成什麼樣子呢？就這麼說吧，我已經很久沒有見過這種像素顆顆分明的屏幕了。裡面的功能看着很多是吧？但其實這裡面有很多是这個工具箱裡面的功能，拿出來湊數，甚至連關機還有重啟都單獨做了個入口。其實這裡面能用的功能屈指可數，甚至裡面還有個離線的 AI 助手，呼出來之後就完全沒有後續了，說啥都沒有回應。小智同學，我在。今天溫度多少？不說話。這個長得像應用商店這個圖標啊，點開來之後名字是應用中心，但實際上它只有2個功能，一個是短視頻遙控，一個是呼吸頻率。這個短視頻遙控它就特別搞啊，你看它是這樣子的，它不是通過藍牙來控制我的抖音的。你看啊，我點的時候你們注意看，這個位置有個小小的點點，看到了嗎？它其實是在這個屏幕上面模擬手指的滑動，真的很搞笑好吧？而且這個超級空洞的機身戴起來還怪舒服的，戴在手上的異物感不會很強，輕薄加足夠像的表盤加便宜，你別說，可能拿出去還真能忽悠一些人。你們能給它打幾分呢？哎，那你們會不會好奇，這個價位的廠商，如果真的拋開對 Apple 的執念，做一塊手表會是什麼樣的呢？那今天的最後一款也是最特別的一款，乍一看一個表冠一個按鈕很熟悉對吧？但是另一側，哎，這個東西是什麼呀？一摳一拔，噔噔，這是一塊電池，而包裝盒裡面呢還有一塊電池。沒錯，時代在召喚，這款手表它居然可以換電池。更誇張的是啊，它還有一個配套的換電站。這是個充電站，甚至它可以同時給手表還有另外一塊電池充電。沒接電源的時候，底下的這個備用電池也可以獨立給手表充電，真的是夢回千禧年萬能充，好吧？開始充電。通過外觀還有系統不難判斷，這其實是一款兒童手表。雖然功能上對於小朋友來說已經完全夠用了，像什麼課程表、喜馬拉雅少兒版、微信學生版，家長還能在手機端查看手表的位置、設置電子圍欄什麼的，就是一塊看起來非常非常正常的兒童手表。這也是今天唯一一款不會測空氣的手表。但是這款手表不防水，尤其是電池這一塊，觸點都是直接裸露在外的，使用的時候一定要注意，如果出現電池發燙、鼓包，就一定不要再用了。今天一口氣看了这麼多手表，我只能說1分錢1分貨還是有道理的。就算預算有限，也一定要選擇正規廠商生產的產品。像這些手表雖然價格不高，但是質量、功能還有安全完全沒有保障。沒有3C 認證的充電器都能發出來，他敢賣給你，但你還真不敢用。如果有智能穿戴設備的需求，可以考慮一些手機廠商的手環之類的產品。講個樂的，今天這裡所有的手表都比小米手環還要貴。之後我也會出一期智能手環相關的測評，感興趣的小夥伴到時候也可以圍觀一下。OK， 那麼這期視頻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這期視頻還有點意思的話，記得給我點個3連關注哦，這對我來說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們下期再見吧，拜拜。